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1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1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10.03，收盘价是214.65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15.38，最低价是在205.69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0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10日均线值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1.313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92倍量缩。KD 值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，双线是趋于合拢。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下行走势在减弱。MACD 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略有增大，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目前的短期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1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后的反弹中。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在前一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遇到了支撑，然后在盘中是出现了反弹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当日最高价的附近，那留下了长长的下影线。那这样的信息啊，说明股价在盘中是有多头力量的介入的，并且呢，当日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，虽然是相对于前一个交易日是成交量缩，但是呢，它是抱有大量的我们指的是和之前的交易日相比，还是有很大的量的。唯一不足呢，就是这个成交量没有高于前一个交易日。那这样的信息啊，实际上，我们说虽然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呢，也为股价出现反转向下呢，提供了一个条件。对，所以现在是价涨量缩呢，那股价是很容易反转的，很容易反转向下的。好。那当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呢，它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日后股价能否反弹，要看收盘价是否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05.69，只有站上它，才有继续反弹的可能。那当然，日后如果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05附近，那么股价才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12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跌，收盘价会在208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实际在11月10日收盘价是在214.65，出现了反弹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啊，不仅收盘价的点位相接近，并且呢，在当日的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说，这是一个带量的止跌信号 K 线，日后呢会有反弹的可能，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。对于11月1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26，因为站上它才能够瓦解目前的空头趋势，也就是出现头高
下方我们会看到目前有一个底高，一旦站上226呢，将会建立一个或者叫确认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，那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向上。好，第二个目标，当然我们说在到达226之前啊，有几个重要的位置，一个是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高，站上它才能确认止跌，还有一个就是这根红 K 的最高，也就是站上220，那么股价才能瓦解这样的一个下跌。好，当然还有各条均线值都是压力。好，那我们会看到在到达226之前啊，压力位还是挺多的。对，好，那226被站上之后，第二个目标就是236，这是一个强压力缺口的中线。第三个目标就是257。这是股价的上行，我们再来看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要跌破194，然后呢恢复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这个空头趋势，再次出现低底低，所以这一定是空头的目标。好，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，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152，要瓦解自2023年4月27日以来的这一波上涨。那在到达它之前呢，还有第二个目标，这是一个支撑位，是178。所以下行的目标分别是194、178，还有152。好，当然我们说在到达194之前啊，200关口依然是一个支撑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和下行的一个分析说明。我们再来看11月13日当日开盘之后，在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出的是关注前一日这根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它上方运行，股价会收高。那到了11月13日，我们要关注的是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205附近，或者我们把它定义在206附近。好，我们关注它的目的就是，如果股价当日在盘中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突破5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收高，而出现继续反弹。那否则，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。这是我们关注215的原因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来说。那由于11月13日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，所以呢，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我们先去除辅助线，来看看11月6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，它是一根含有长长下影线的中绿 K 线，中红 K 线。那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我们说前一根 K 线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那能否止跌成功呢？要看接下来一根 K 线是否能够站上它的最高，也就是226。那我们会发现，在11月16日当周啊，并没有站上前高确认止跌，但是呢，它也没有跌破前低而继续下行，而是收在了这根 K 线实体部分的中线附近，那出现了一个横盘向下，并且呢，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那目前我们会看到这3条均线排列整齐，那股价我们说很容易在这个地方而继续出现一个反转向下，那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194，也就是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于这根 K 线的解读。所以出现这样的线型呢，只有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能够在
226，也就是前高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才会有反弹的机会，否则一定会在这个地方再次出现反转向下，跌破194。好，我们再来调出辅助线。我们来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的分析说明，说到了在11月16日当周，股价如果上行的目标位是在235，那么收低会收在212附近。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226，那我们会看到在周中股价始终没有突破前高，而是在它的下方运行。我们会看到它是收低，并且继续收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之前的预测的一个回顾。那到了11月13日当周上方，我们给的目标位依然是235，然后下方我们上方给的稍微降低一些，是在232。我们说一下它的由来。232是当周新生成的时均值，是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我们认为在11月13日当周股价会收盘在时均值附近，也有可能会站上它，也有可能遇到时均值而收低。对，也就是继续出现我们说向上的反弹。当然这个位置就是站上了前高，为日后继续上行呢打下一个基础。好，这是对于上方的目标。下方我们认为我们给到186，我们认为股价如果是收低，有可能会收在186附近。那当周我们要给的观察位是这根K 线的最低是在206附近。好的，好，我们说一下原因。股价在当周我们要关注206，也就是说股价如果在周中跌破了，是在206下方运行，我们认为当周收盘价是很容易破10月3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很容易破194而到达186。但是如果股价能够维持在前低的上方运行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有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的可能，那股价是很容易收高的。好，这是我们给出这个观察位的理由。好，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股价是出现了反弹，但是呢，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，所以呢，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，或者说是进场做多的。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对于空头，在11月13日开盘之后，一定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，他们的目标就是前低206和下方的194。那空头目前的回补位，或者说是他们要守的位置，就是在220到226，这是他要守的位置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1月13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从215到218，这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在这个区域内，那它涵盖了前一日 K 线最高，同时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也在这个区域内，是在217附近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。第二个压力位是221，是这根红 K 的最高。对，因为只有站上它才会瓦解这根下跌的信号 K 线。对，
瓦解这样的一个下跌，对。然后呢，这是一个强压力，然后再上方第3个压力位是226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14附近。好，那这个位置啊，实际上如果是低开盘，它有可能会成为压力位，但是如果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那这个位置会成为一个支撑。好，第2个支撑是206，前一日 K 线的最低。第3个支撑是200关口，第4个支撑是194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1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给出的第一个可能是要给出2个方向。我们先来看股价向上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5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22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2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5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弹，我们认为很可能会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个缺口。好，另外一个方向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反转向下，也就是下跌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15，最低下方会到达205，收盘会收在208附近。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1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转向下。好，如果股价既不出现继续反弹，也没有出现反转向下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。如果是横盘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210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18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15附近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1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